点金之手成功啦！我的右手好像不只能窥探玉石，还能吸收玉石里的能量，我的力量在变大。没想到这该死的人体实验真让我觉醒了超能力。快，实验已经成功了，把它控制住！等等，是我赋予你的超能力，你是我最完美的作品，你应该感谢我。我们可以合作，统治整个缅北的玉石文玩市场，财富、权力，统统都是我们的。感谢你，好啊，让我的拳头感谢你吧。不要杀我！别杀我！捣毁了这邪恶的实验室，接下来是搞到路费回国。有点金之手，赚钱应该轻而易举。我的右手果然能感应到石头内部的情况。如果我的感应没错，这应该是块废料。我的右手不但能鉴定翡翠原石，还能吸收翡翠里面的能量，增强我的力量。这缅国的玉石市场可真黑，这些全都是废料。小子，没钱你别他妈乱摸，摸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这块石头里有玉，有一股精纯能量被我的右手吸进身体，是灵气。我的右手能通过吸收灵气变得更强。老板，这块石头我要了。我糟了，刚从实验室逃出来，现在身无分文。怎么没钱？没钱，滚！还是得先搞钱。小兄弟啊！哎呦，小兄弟啊，看上这块了，我可以借你钱买下。规矩很简单，开出率，我8，你2，开不出来，到我矿上挖矿还钱。快走，潘司令来了，谁敢欠他的钱啊？还不上就要被拉到矿场里面肉偿。我能确定这块石头里有玉，现在我一无所有，潘司令这笔启动资金我必须拿到。好，就按司令的规矩办。有魄力，还愣着干嘛？开始！是。敢借潘司令的钱，找死！开不出绿，这小子就等着在矿场挖一辈子矿吧。出绿了，开出绿了，开出绿了！小兄弟有眼力，这块石头市场价20万，我这人一向很公平，21天做5，直接给你5万。赌石来钱就是快，多谢潘司令。小兄弟啊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里做事啊？我的目的是赚一大笔钱，然后回国，不能跟这个缅国地头蛇纠缠到一块。潘爷，您抬举了，我刚才也就是运气好，我这刚来缅国，想先自己闯闯看。好，年轻人有志向是好事，等以后想做事了，随时来找我。5万够了，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凭借我的异能，就能够在缅国玉石市场称王。你男朋友在缅国失踪5年，恐怕早就死了。死了。陆云，你说你要出国赚钱娶我过门，我嫁给你不要钱的，你给我回个信好不好？大哥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已经消失很久了。陆云，静怡，5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5年，他一直在找我。臭陆云，这5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？
静怡，辛苦你了，为了找我一个人吃这么多苦。你没事就好。可惜，为了凑钱，我把你奶奶留给我的那个镯子抵押了。那可是你家祖传下来的镯子，现在至少价值几十万。可我当时着急用钱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就只当了5万块。陆云，对不起。傻瓜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你人没事就好。我刚挣了点钱，正好5万，我们一会儿就去把镯子赎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咱们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去。多吃肉。雷老板，这是5万赎镯子。小兄弟，赎当须付双倍，懂不懂规矩？10万。好，给我1个小时，我拿10万来赎。哎，等等，小兄弟，你这镯子可是死当，你别说10万，你就是拿20万也赎不回去。这镯子已经有贵客预定了。预定了？是谁？他来了。预定镯子的主顾就是唐小姐。唐小姐，您要的货我给你保管的好好的。唐小姐的父亲可是缅国的盘司令，能看上你们的镯子，是你们几辈子都修不到的福分。唐小姐，这个镯子是我们家传的信物，意义非凡，还请唐小姐高抬贵手，割爱还给我们。这镯子之前是谁的我不管，现在它是我花50万买来的宝贝，懂吗？陆云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静怡，别怕。唐小姐，规矩我懂，我出60万买这个镯子，你转手就能赚10万，这个生意不亏。你看本小姐我像是缺钱的人吗？那唐小姐想要什么，划个道吧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钱不够，一口价100万，少1分免谈。100万，简直就是趁火打劫。没错，我就是趁火打劫。没钱的话赶紧走人，我这宝贝还不想卖了呢。缅北最不缺的就是一夜暴富的机会，我有点金之手，赚100万不难。好，就100万，听唐小姐的，给我1天的时间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带100万来。本小姐的时间金贵得很，没空等你1天，最多10分钟，凑不够钱我立马走。10分钟？小子，你别不识抬举，给你10分钟，已经是唐小姐网开一面了。10分钟凑齐100万，必须出奇制胜。好，就10分钟，我凑100万来。这么有底价，在缅北想一夜暴富只有赌石，你该不会想用赌石凑100万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小子，你别逗我笑了，我店里的石头我能不清楚？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真正有货的早被撬走了，剩下的这些全是糊弄外行游客的砖头料。你想靠这个翻身？哼，做梦！有意思，不过我改主意了。什么意思？咱们换种玩法吧。你要是能从那堆石头里开出来价值100万的玉，你这镯子我分文不收，免费还给你。说是你开不出来，那就到我唐家矿上老老实实做50年的矿工，敢赌吗？不要，陆云，这太冒险了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静怡，相信我，一言为定。雷老板，你的这些石头怎么卖？看在唐小姐的面子上，这些料你就给个本钱价，用你刚刚的5万打包带走，够意思吗？奸商，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废料，竟然还卖我5万。不过我有点金之手在，看我不在你店里赚翻天。唐小姐，这小子肯定是知道您喜欢赌石，搁这演戏充大尾巴狼。你放心，
等会儿他露馅了，我立马找人把他给。感应到了，这块原石里的灵气精纯浓郁，被我右臂吸收之后，感觉对我右臂力量的增幅是之前那块价值20万的原石数倍，绝对是大货。雷老板，开这块。陆云，你有把握吗？万一……我的眼力绝不会错。这么情深意重，这样吧，你这么担心你男朋友，等他输了，我就破例让你去矿场陪他做工，也算成全你们。出绿了，唐小姐，大涨暴涨啊！纯正的高冰种水头族，市场价在300万左右。哎呀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天大的肉从我手上溜走了呀！陆云，你真厉害！唐小姐，这样应该算是我赢了吧？我唐雪呢，向来说一不二。你这个镯子我不仅免费还你，这块料子我也300万收了，拿钱来。哎，唐小姐，我说了不会让你吃亏的，这其中的100万就当做是买镯子的报酬。有意思，100万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唐小姐，还有何指教？我善意的提醒你一句，这里可是缅国，你就打算这么走出去啊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恐怕你还没走出这条街，就被人盯上。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缅国还是太乱了，必须尽快回国。你们是华国人吧？想安全回国吗？如果你们能帮我一个忙，我不仅安全送你们回国，还会额外给你们500万作为报酬。唐小姐要我帮什么忙？别东张西望了，帮我赢下一场赌局，我保你们平安回国，还有之前承诺的500万。唐小姐，我说过了，我只碰石头。放心，就是赌石。就这些，看好了。哎呀，哦，哎呦，唐小姐大驾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上次输给我那条矿脉，令尊没关你禁闭吧？三爷，上次是你运气好，这次让我朋友跟你玩玩。上次我输给他一条矿脉，这次只要你能帮我赢回来，你的条件我都答应。我只帮你这一次。一次就行。这儿的规矩比较特殊，炸金花玩过吗？首先蒙眼挑石，也叫摸暗宝，相当于炸金花里的底牌，石头落定便不能更换。接下来和炸金花类似，轮流下注，弃牌就输。如果谁也不退让，那就当场解释，谁的原石价格更高，谁就赢走桌面上所有筹码。明白了吗？蒙眼摸石，我的右臂能感知玉石内的灵气，这规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。哟，新面孔，唐小姐，你从哪个犄角旮旯找了这么个高手来？想怎么玩啊？老规矩，摸暗宝，今天一局定输赢。唐小姐还不死心呢？好，老子今天就再陪你玩玩。要开始了，今天有好戏看了。蒙眼。陆云，胡三爷摸石30年，之间敏感度远超常人，能通过原石的细微差异判断优劣。你必须集中全部精神，切莫轻敌。我能直接感应石头内部的灵气流动，这是降维打击，手感再厉害也不行。开始吧。没有灵气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这手感皮壳起油性，烟沉而不闷，有刚阴。这是莫西沙的大象皮，里面9%是冰种以上的满绿。我选好了。没有灵气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哼，唐小姐，你从哪儿找的这么个毛头小子？连翻砂、皮相都不会摸，居然敢上这赌桌！糟了，
陆云手法这么生疏，难道我之前看走了眼？他根本不懂赌神，之前大涨只是巧合。三爷说的对，这小子摸石头软绵绵的，根本就是个门外汉。陆云，我相信你。紫色灵气，我右手的力量又提升了一大截，这是块大物。我选好了。陆云，你挑的就是他，这是最次的赖皮料。完了，真是病急乱投医，竟然把宝压在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身上，根本就是个银枪烂枪头。小子，你这是替我省钱呢，就挑这么块垫桌底的废料。唐小姐，你相信我吗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相信他了，大不了再输一条口门。我相信你，三爷，暗宝已经挑好，该上赌桌了。三爷，你先说话。敢跟三爷赌暗示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三爷的手号称人体扫描仪，比眼睛还毒。小子，你还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！在我的桌上赌暗宝，底注就是这个数，10万，懂吗？10万。拿钱来。你尽管和他赌，本小姐有的是钱。老子摸到这块墨西沙，皮紧沙细，里面绝对是冰种飘花，价值不菲。他选的是赖皮黑乌沙，给老子垫桌角都嫌寒碜，这局也吃定了。看好了，这里是100万，10万做底，另外90万就是我这一轮的赌注。小子，你敢接吗？刚开始就赌这么大吧？你们懂什么？小打小闹，三爷根本不屑出手。陆云，现在只是开始，要是没有把握的话，我们可以弃了这一局，只输底注，下一局再找机会。这石头内的灵气是所有原石里最精纯的，它必输无疑。我跟拿钱。三爷，又该你说话了。小子，你不开始？当然不开。听说三爷喜欢玩大的，那我今天就陪三爷玩个尽兴。这小子哪来的底气？难道他是真有把握？不可能！那块黑乌沙是老子挑上的废料，他肯定是在炸我，想吓退我，跟老子玩空城计啊！你还嫩点儿。这里有500万，我也不开。都500万了，他还不解释？本来要输，只输100万，还想炸胡？小丑！三爷就是靠赌暗宝发家，跟三爷玩，这小子太嫩了。陆云，我相信你，一定可以的。这个人我完全看不懂，但这种自信做不得假，我就赌上这一次，大不了回去再被老爸关半年禁闭。胡三爷，这样零碎加注太无趣了，要赌咱们就赌个大的。你拿出上次我输给你的那份矿产开采协议，我们一局定输赢。唐小姐，你想要我的矿产开采协议？哼，可以。不过，赌桌有赌桌的规矩，你必须拿出对等的东西来。现在，该你们说话了。这是城东新发现那片玉石矿独家开采权协议，价值5000万。唐小姐疯了吧？她真的相信这毛头小子？这种垫桌角的边角料能开出什么好货？唐小姐呀，太任性了。这位唐大小姐虽然有点大小姐脾气，但魄力惊人，竟然相信我这个陌生人。把协议拿来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上次输掉的矿产开采协议。只要你赢了，它物归原主。哼，但你不可能赢。三爷，现在轮到你说话了。这石头，你是解还是不解？我虽然有必赢的把握，但这小子太镇定了，不能阴沟里翻船。稳稳吃掉唐家这份价值5000万的矿脉开采权，以静血赚，见好就收。我就给唐小姐个面子，我开始。开了，终于要开了！天哪，太刺激了！快计时！既然三爷选择开始了，那么按规矩，您先请。去把它开了，让他们开开眼。是，三爷。终于要开了，真想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小子就死定了！
瞧着吧。三爷，涨了，大涨呀！是高兵主。高冰杨略，这品质就是在帕敢老坑1年也出不了几块。1个月前，一个类似的石料在拍卖会上卖了1300万。他娘的，比老子预想的还要好！早知道刚才就该多坑他一条矿脉。哎呀，唐小姐，看来运气今天还是站在我这边啊！要不，你们那块石头就别解了，省得浪费了大家的时间。这一局我赢定了。是啊，这还用比吗？这可是高冰杨略，极品啊！要是不赢，简直没天理了。唐小姐，认输吧。三爷，按照赌暗宝的规矩，开完定输赢。我的还没开呢，你怎么知道赢定了？唐小姐，麻烦派人把他开了。去。都死到临头了还不死心？他要是能赢，我倒立吃屎！唐小姐肯定是被这小白脸灌了迷魂汤。唐小姐，你这赌石的本事不行，看人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啊！石头开出来了。这是玻璃种帝王绿，无瑕无痕，是极品中的极品啊！陆云，这块帝王绿至少价值5000万。陆云，我果然没有信错你。陆云，你真棒！不可能，一块废料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开出玻璃种帝王绿？真是帝王绿，我这辈子头一回见。我就说这小哥是气度非凡，是真有本事的高人。刚才是谁说要是他赢了也要倒立吃屎来着？我可没说，你听错了。三爷，看来这次是我们赢了，拿走。静怡，我们走。谁都不许走！什么意思啊？这赢了你还不让走？三爷该不会是想黑吃黑吧？那可是唐小姐，她爸是潘司令，这胡三爷疯了。三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赢了钱不能走。唐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胡三爷怎么可能是输不起的人呢？这位兄弟手气正旺，简直是赌神附体，就这么走了，太可惜了。不如咱们再赌一局，玩更大的。陆云，你看这……我虽然有点金之手，但沉迷赌博这种万丈深渊，迟早会万劫不复。唐小姐，我之前说过，只帮你这一次，赌局一了。静怡，我们走。等等我，带走。哎，走。三爷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要不我带几个兄弟找个僻静地方把他们做了，把东西抢回来。做你个头啊！你他妈聋了？那是潘司令的女儿，敢动他女儿，你有几条命？蠢货！这个事儿没完，老子迟早连本带利的拿回来。喏，这是给你的报酬，500万。谢谢。钱呢，可以给你，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小忙。唐小姐想让我帮什么忙？陆云啊，我看上你了，要不你留在缅国跟我结婚？以你的能力，加上我的资源和背景，整个缅国的玉石市场将来都是我们的。唐小姐，请自重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又不介意让她做小忙。看来我还是看错人了。等等，有意思，我对你更感兴趣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会亲自送你们去机场，保证你们安全回国。谢谢。静怡，我失踪5年，我得先回家一趟。我爸我妈肯定都气疯了。回去好好陪陪叔叔阿姨。我也要回去负荆请罪了。为了去缅国，我把我爸电话都拉黑，他肯定气得不轻。等我安顿好家里，我就去找你。我会堂堂正正跟叶叔叔说我要娶你。好，我等你。注意安全。爸妈，快看，是不是儿子回来了？哎呦，妈，
儿子，你这5年都去哪儿了？妈还以为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表哥，啊，表弟，你回来了，你可回来了！你不在的5年呀，多亏了陆青，经常来帮忙挑水劈柴，要不然我跟你爸呀更难过。呵呵，挺热闹啊！看来老子来的正是时候啊！陆青，我告诉你，欠金爷的钱，今天该连本带利算清楚了。康哥，这是我陆青一个人的事，跟我表哥他们家没关系。钱我会还你，我跟你去见金爷。你跟金爷谈什么？钱呢？金爷说了，今天啊，你这个钱还不上，就用你家的房子抵债。表弟，这怎么回事？表哥，我被做局坑了。小兄弟啊，你眼力真毒啊！这个可是500年的老物件，要不是急着用钱，100万我都不卖。看你投缘，30万交个朋友。我以为捡了个大漏，就像金爷接了高利贷买了那个扳指，没想到那个扳指是假的，是金爷设的局，他们就是要逼我拿房子抵债。少他娘废话！借条白纸黑字可是你写的吧？今天呀，还不上钱呢，那休怪兄弟们不客气了。这里不是无法无天的美国，能用钱和脑子解决的事，没必要动用暴力。等等，带我去见金爷，我表弟欠的债我来还。你替他还？金爷，就是这小子。想出头，要替陆青那小子扛债。果然，点睛之手对古玩同样有效。这店里啊，没几件真东西。小兄弟，面生得很啊！怎么称呼？混哪条道的？我表弟欠你们多少钱？我替他还。没多少。连本带利55万而已，我明明只借了30万。小子，我们放贷不要赚钱呀，9出13归是道上的规矩。金爷可没多要你1分钱。钱，我肯定会还。你们这店里的东西都卖吗？卖，当然卖了。小兄弟，看上哪件了？我给你打个折。表哥，他店里全是做旧的假货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这个多少钱？哎呀，小兄弟好眼光，这件可是西周的好东西，看你诚心要，3万给你。一件成本不过百的现代仿品，敢开口要3万，真把我当肥羊宰了。又是紫色灵气。但是这件青花瓷瓶明显是仿品，难道其中内有乾坤？这个，算了，品相太差了，不要了。哎，别着急呀，这一件可是正经的乾隆官窑，青花缠枝连赏瓶，你看看这画工，1万块，你拿走。5000块，这已经是最低价了。表哥，别信那鬼话。这就是个低仿的瓶子，批发市场50块一个。小子，有你什么说话份啊？欠金爷的钱算清楚了吗？皮痒了是吧？5000块钱是吧？我买了。哎呀，小兄弟果然豪爽啊！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一对棒槌。钱货两清，现在这个瓶子归我了吧？当然，它是你的了。只是这东西买归买，你表弟欠我的55万，现在是不是该算一算了？你拿什么还？就拿这个还。哼，小兄弟，我也不瞒你，这件只是现代工艺的仿品，但凡懂点行的人都不会上当。爷我今儿个就给你上一课，让你长长记性。是吗？我看未必吧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咸丰元宝，还有宋皇通宝，都是古钱里的大珍，每枚市场价超过100万。表哥，我们发了！什么？你们发财了？是我发财了！我刚才卖的只是这个瓶子，我可从来没说连这瓶子里的东西也一起卖啊！所以这铜钱是我们的。铜钱是瓶子里的，瓶子我们买了，里面东西就是我们的，你怎么还耍赖啊？规矩是我定的，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这怎么叫耍赖呢？刚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咱们的铜钱拿回来！金爷的话都听见了吧？老老实实把铜钱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呢，给你放放血！我就想安安分分做个普通人，为什么要逼我呢？叽里咕噜的放什么屁呢？你，刚子，你他娘的拿个玩具刀，你吓唬谁呢？金爷，这是真刀啊！金爷，现在我们能好好谈谈了吧？这是什么怪物？当然能谈。陆兄，您说怎么谈都行。我不占你便宜。这枚咸丰元宝价值100万，我表弟呢欠你们55万，剩下的还有45万。剩下的45万，我马上转账给你。剩下的你不用转给我了，你留一部分用作赔偿你们店的损失，另外一部分去买一些礼品，让他亲自登门拜访我父母，赔礼谢罪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陆兄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金某服了。您放心，礼品我一定备足。从今往后，在我这1亩3分地上，陆兄但凡有事儿，尽管招呼。在华国不能像在美国那样只靠杀伐暴力，恩威并施才能减少麻烦。人情世故有时候比拳头更管用。表哥，我今天真是服了。金爷在咱这片横了10几年，见了你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，你可是救了我的命啊！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啊！来，喝酒。静怡应该到家了吧？不知道他爸有没有为难他，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，要想个办法联系上他。哎，表弟，我还真有件小事儿需要你帮忙。表哥，你尽管说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绝不二话。哎，去，没那么夸张，很简单的事儿。表哥，你让我帮忙，就大半夜爬人家小姑娘窗户啊！这要是被逮着，少废话，这是我女朋友家。这么大一别墅，你女朋友富豪啊？你这软饭哦不，你这恋情压力不小啊！陆云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爸把我关禁闭，手机都给我没收了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有没有想我啊？静怡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吗，静怡？陆云，陆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直打你电话打不通，我担心你，就过来看看你。我爸嫌我去缅国太危险了，回来就把我关禁闭了，我都快闷死了，我好想你啊！女儿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我怎么听到你屋里有男人的声音？我爸来了，快躲起来！静怡，怎么不开门？我进来啦。爸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都准备睡了。我明明刚刚听到你这屋里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。没有，
绝对没有，刚才我在唱歌呢。是吗？哎，哎，出来吧！哎呀，叶叔，你好啊！那什么，我叫陆云，叶静怡的对象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不同意。像你这种穷小子，想跟我们家静怡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现在给你500万，马上从静怡身边消失。叔，你误会了，我今天这次来是专门来送谢礼的。我们叶家身家数十亿，静怡从小到大什么稀世珍宝没见过，会在乎你送的这点破烂礼物？这是宋皇通宝、咸丰元宝，这可都是有价无市的珍宝啊！这3枚古币全部都价值100万，你身家贫寒，真的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静怡？当然，静怡为了救我，孤身前往缅国，这份情谊在我心中是无价之宝。别说是100万，就算是上亿、上百亿，只要静怡喜欢，我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爸，我都说了，他就是喜欢我的人，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叶家的钱。我看你也算是有点本事，对静怡也是真心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3年之内，如果你能够把身家做到5亿，我叶恒生亲自给你们主持婚礼。3年5亿，1亿也行。3年，如果你能做到1亿身家，不，叶叔，您误会了，我的目标是1年100亿。哈哈哈，好狂妄的小子啊！你知道100亿是什么概念吗？我们叶家积累了3代，才不过数十亿资产，1年100亿，你当你家是开印钞厂的呀？哎呀，爸，你之前不是总说最欣赏有野心的年轻人吗？陆云他敢说，就一定能做到，我相信他。你可别小看他，陆云他鉴定古玩玉石可是很厉害的。古玩玉石，我叶家也是做古玩起家，我给你一个证明你自己的机会。明天上午，圣城有一场顶级的私人鉴赏会，到场的全都是顶级的收藏家。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，让我见识一下你的眼力。多谢叶叔提醒，明天我保证准时到场。这里是圣城最顶级的私人鉴赏会，能收到邀请的都是收藏界、学术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你看这些，都是存在巨大争议的收藏品。主办方开高价悬赏，谁能给出令人信服的鉴定，无论真伪，每鉴定1件，酬金100万。难怪成为顶级鉴赏会，这里比拼的不是财力，而是纯粹的眼力和学识。我有点睛之手，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提款机。这幅画绝对是真的。你说是真品，你的依据呢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口说无凭，你得有证据。哎，陆云，那边好热闹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诸位请看，这油墨的层次感，还有这落款的笔锋，绝对是董其昌晚年的真迹无疑。赵公子高见，分析的透彻，不愧是古玩世家的公子，眼力毒辣呀！静怡，你也来了。前几天我托人去你府上提亲，伯父说你不在家。赵文武，请你放尊重一些。这是我男朋友陆云，这个是有名的花花公子，仗着自己家里有钱，经常始乱终弃。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收藏界有个姓陆的世家？今天的鉴赏会来的都是各界的名流泰斗，你看得懂吗？静怡，是不是说只要鉴定出来这幅画的真伪，就有100万的酬金？没错，但是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证据。灵气灰板是赝品，这幅画是假的。真有意思，
你说我亲自鉴定的董其昌真迹是假的？不可能！赵公子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是哪位？敢质疑赵公子？年轻人为了出风头，信口开河也要有个限度。本公子倒要看看他到底假在哪里。陆源，我相信你，打他们的脸。还好我从小在古玩市场摸爬滚打，各类做旧手法烂熟于心。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正确答案，再从结果反推过程找出破绽，易如反掌。诸位，董其昌晚年多效仿倪瓒，多用者代村，笔意疏冷空灵，而此画刻意模仿，缺少了那股淡然的神韵，匠气太重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董其昌喜用明朝中期特有的白棉纸，而此画用纸看似古旧，实则呢纤维生硬，应该是近代的仿制皮质，好像有点道理。年轻人眼力毒辣呀！胡说八道，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你怎么可能懂这些？肯定是你为了哗众取宠胡编乱造的。这位小友说的句句在理呀！这位小友说的句句在理呀！是冯老，这场鉴定会的东道主啊！冯老可是古玩界出了名的大佬啊！听说他老人家过手的东西鉴定的比仪器还准。不瞒诸位，老夫对此话心中早有定论，只是还需要印证。今天听陆小友一席话，和我的判断分毫不差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冯老这次竟然亲自下场作证，果然是赝品啊！冯老，您看刚才鉴定真伪的酬金，鉴定费100万，1分都不会少。月儿，把钱转给陆小友。是老师。银行到账100万元。几句话就挣了100万，这地方真是来对了。刚才不算，灯光太暗，影响了我的判断。小子，我要和你来一场公平的对决，从这里面挑3件最有争议、最难断代的物件，看谁能鉴定出来。赵文武，我们家陆云才没空陪你玩这么幼稚的游戏。送上门的赚钱机会不能错过。赵公子，只赌输赢太没有意思，不如我们双方各自加点彩头。什么彩头？就是我们双方各自拿出1000万，谁判定的精准，就拿走对方的1000万。若是平手，那就退回赌注。这小子哪来那么大底气？难道他真有恃无恐，是个圈套？我本以为你出身名门，做事爽快，你要是手头不方便的话，就当我开个玩笑吧。赵公子，不会真的怕了吧？10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1000万就1000万，区区1000万，这点钱本少还不放在眼里。冯老，还请您做个见证，免得这小子输了赖账。既然二位有此雅兴，老夫呢就做这个见证人。说来也巧，老夫前几天正好收了3样东西，东西老门道深，二位就用他们来比试，如何？全凭冯老安排。没问题，我相信你。月儿，把那3个物件请出来。是老师。陆小友，赵公子，这3件古玩全是出自大师之手，老夫翻阅古籍，钻研粤语，才辨出了真伪。你们谁先来？我先来，我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才实学。哼，只要我先下结论，就算这小子有点本事，再说出同样的结论，那也是使我牙慧，还是我更胜一筹。赵公子，请。陆云，我爸来了。我鉴定完了，据我判断，这件是清代的青花赏瓶，真品；这件是明代的坑子砚，真品。至于这枚田黄章是清代，真品。不知晚辈的判断可还对得上？赵公子好眼力，还是等陆小友鉴定完之后，老夫一并揭晓答案。请。
竟然全是假的，难道冯老是故意的？冯老，我已经鉴定完毕了，不用任何工具鉴定，真的假的？这肯定就是哗众取宠。小子，你要是说的跟我一样，那就是抄袭我的结论，这局算我赢。那么赵公子可能会让你失望了，我的鉴定结果是，这3个全部都是高仿赝品。什么？全都是假的？这俩人说的都是相反的，这下有意思了。你胡说八道！冯老拿出的珍藏是出自大师之手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冯老只是说他们全部出自大师之手，又没有说他们全部都是真品。不瞒诸位，这3件是老夫收藏的赝品，他们都出自一位绰号叫做鬼手流的造假大师，足以以假乱真。老夫之所以收藏，是为了警示后人。陆小友，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看出破绽的？这个青花赏瓶啊，画工过于流畅，有点太过于精巧了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这个砚台呢，磨痕走向太过刻意，有点像现代工艺做旧的痕迹。而这个方章的丝纹过于清晰均匀，应该只有激光雕刻才能做得到。真是英雄出少年，老夫辨别出真伪，足花了1个月的时间了。赵公子啊，这胜负已分1000万，是不是该转给我了？什么1000万？赵公子要是不认账，那就算了。不过今天这么多人看着，我怕以后圈内人都会知道赵公子言而无信的名声。你，哼，转就转，本公子还会赖你这点钱？银行卡到账1000万元，还真赢了1000万。赵公子这次真是亏大发了。今天算你走运，你给我走着瞧！哼！赵公子，下次再来，别忘多带点彩头。爸，陆云赢了，是不是很厉害？确实有点本事。毕竟冯老可不会那么轻易的夸赞别人。只不过这1年赚100亿，依旧是天方夜谭呀。哼，爸，不理你了。陆云，我们走，不听这个老古板说教。静怡，你说做什么工作才能快速赚钱呢？以你的本事，可以去古玩市场捡漏。你想啊，潘家园、琉璃厂那些地方，不知道有多少蒙尘的宝贝在等着有人发现。古玩市场捡漏，好主意。表哥，你打算在这儿淘货呀？这里鱼龙混杂，真假难辨，正是我的好机会。我呢，向你未来的嫂子立了一个军令状，啊，1年之内赚够100个亿。100个亿啊？这得多少个零啊？老刘啊，你少跟我扯犊子！你这玉颜色发飘，一看就是工厂做制的假货，就给500块钱，爱卖不卖。表哥，这老头好像被人做局了。这是我家传的老东西，你怎么说是假的？你懂不懂？喂！哎，老先生，请留步。有什么事啊？小子，别多管闲事啊，滚一边去！这路你家开的，你自己谈崩了还不准我们问了？老先生，您手里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打算出啊？如果方便的话，能否让我上手一看？你想买？咱话说前面，这可是家传的好东西，价钱可不便宜。规矩我懂，如果东西好的话，价格可以商量。这说话不方便，你跟我来。走。影子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哪来的小子，坏了我的好事。军哥，现在咋整？那老刘头手里的货可是块肥肉啊！居然敢虎口夺食！咱们等会儿给他做一地雷局，我让那小子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。小兄弟，你上手仔细瞧瞧，这是我家祖传的好东西。灵气精纯，是款明代的好玉，市场价至少在80万以上。怎么样？你到底要不要？这真是我爷爷那辈儿传下来的老物件。老先生，我也不跟你来回拉扯，你直接开个实价，也省得您来回折腾。这10万块行不行？要不8万也行，你真不能再少了。行，8万，我们成交。你把账号给我，我现在给你转钱。
太好了，谢谢。好了，表哥，这家永宝斋是市场里最讲信用的老字号，童叟无欺。我说今早喜鹊，怎么叫得那么欢实啊？原来是有贵客临门啊！陆小友，别来无恙啊！冯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陆先生，这家永宝斋正是我老师创立的产业。陆小友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光临小店，想必有什么好事要关照老夫吧？晚辈呢，确实淘了一个小玩意儿，但是心没底，想让您帮忙长长眼。此玉佩是和田青白玉，从拉丝和打磨的手法来看，应该是明朝中期的。小友若是愿意割爱，老夫愿出80万收藏。80万？这冯老出的价高于市场行情，看来是想与我结个善缘。冯老，您的价格公道，这块玉佩就卖给您了。好，月儿给陆小友转账80万。好，老师。以后要是再淘到此类精妙古玩，务必先拿来给老夫看看。人老了，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收藏这老玩意儿。一定。哎呀，感谢冯老的厚爱。哎，真哥，快看，那俩飞扬出来了！太厉害了，一转手挣了70多万。卡号发过来，我给你转10万。表哥，这哪行？我啥都没干。让你拿你就拿，我不在家这5年，多亏了你给家里帮衬，你还跟我客气。搞坏老子的财路，今天非得教他做人。你机灵点，咱们按计划行事。老板，我这有个好东西，您看看。这人眼神不对，小心是地雷局。地雷局，古玩行里最常见的骗术，一种是碰瓷，拿廉价的假货故意让人碰坏，然后天价索赔；另一种是埋雷，提前放好高仿赝品，再诱骗人去捡漏。看来我们是被人盯上了。老板，我这真是好东西，您到底要不要？就你这样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老板，你长长眼。慢，老哥，看来你是一点都不懂古玩行业的规矩。像这种瓷器易碎的东西不能直接交到买家的手上，而是要由卖家把东西放到一边，然后再由买家再去拿，明白吗？两头大肥羊还想装老手？那老板您这意思我这东西先放在一边，那这边到底放哪边呢？我说你咋这么笨呢？放地上不就行了吗？嗨，你们城里人说话就是费劲，你直说让我放地上不就完了吗？埋地雷一般都是用粗制滥造的假货，可这瓷盘子青花发色，胎质幼密，就算真是仿品，也绝对是高仿中的精品，成本不菲。这种骗子舍得下这么大本钱？紫色容器竟然是真品，而且在我遇到的凡人所有古玩中，也属于难得一见的精品。难道不是遇到埋地雷了？表哥，怎么样？你这东西从哪来的？别提了，老板，我太惨了。不瞒您说，我们家祖上是当官的，后来家道中落，老祖宗就留下来这么一个玩意儿。原本我是打死不会卖的，但是前段时间呢，我那媳妇儿摔断了腿，我儿子又得了白血病，我们家的钱就跟流水一样往外花呀。我对不起我的老祖宗啊！哎，老哥，把你那东西给我过手呗。果然是地雷局，这人明显是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演技浮夸，台词生硬，差评。奇怪，他们为什么拿真品做绝？难道是因为这个青花瓷盘太新，所以他们以为是现代仿品？小兄弟，你还没付钱吧？我这人平生最喜欢收藏瓷器了，我看这东西我喜欢得很，能不能给我上手看看？当然可以。哎呦，老哥，这可是好东西！这样，我花10万收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我一个农民，我都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，人家老板先看上的，你得问问人家要不要啊。演技太差，得练。既然先生懂行，对这东西又这么喜爱，那君子不夺人所爱，这个东西交给你了。走。俊哥他咋不上钩啊？
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我跟这小兄弟明明说的好好的，你上来就横插一脚，还说什么10万？你掏得出来吗？你现在要是拿得出来这10万，我这盘子立马卖给你。我没带那么多钱。哎，老板，老哥，你怎么没卖给刚才那个先生？我可拿不出10万块啊！我呸！那人就是一骗子，张嘴就说10万，吹牛不上税。我还是觉得老板您比较可靠。问你个问题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这个我也说不上来，但是我听别人说呀，这东西是宋代的。宋代离现在快1000年，1000年啊！这盘子要真是那时候的，能这么新这么完整，一点磕碰都没有。那老板，您出多少钱？还是你自己开个价吧，免得我出的太低，大家都不高兴。3万，你看行不？3万块钱买一件紫色灵气的古玩珍品，绝对是天大的漏，但不能爽快答应，否则他必起疑心。3万太贵了，我最多给5000。上钩了，只要肯出价就行，漫天起价，坐地还钱，反正我是20收的，卖多少都是赚。老板，您能不能再加一点？我们家里实在是困难，我不朝您多要，15000行不行？一码归一码，你家里困难跟我们交易有什么关系？这钱总不能让我们白出吧？这样吧，我给你12000，爱卖不卖，不卖我们就不要了。行，12000。老板，您现在能给钱吗？放心，钱管够，只不过呢，我们要立一个协议，免得以后扯皮说不清楚。要我说呀，还是你们城里人规矩，这白纸黑字真好。立了字据更好，这赝品砸你手里，想退也没门。来，好，总共12000，你点一下，前后2斤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不用点，我还能信不过老板您吗？你刚才说你家里困难，老婆腿摔断了，孩子又生病，不如你给我留个地址，我刚好认识几个记者朋友，到时候让他们去报道一下，向社会筹集一些善款。这个真不用，我爸可从小教育我啊，做人得自食其力，绝对不能靠别人施舍。那啥，俺家里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你这家伙窜得比兔子还快，咋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啊？他不会真的是做局的，拿着破玩意要骗我们吧？你管他是不是骗子，东西是真的就行。一事儿不劳二主，我们拿着它，让冯老估个价去。走。军哥，怎么样？得手了？废话，你军儿哥我亲自出马，对付那2个没见过世面的肥羊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嘿嘿，哎，军哥，这次咱赚了多少？你他妈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这个蠢货演技太浮夸，上来张嘴就说要10万，你要不是把人给吓住了，咱这一单起码还能多赚2万。现在倒好了，就倒数12000。军哥，我这不是没经验吗？我下次一定注意。咱们这20收的破盘子，转手就卖了12000。哎，军哥，咱一块去喝酒去。哎，正事还没办完呢。我看那俩傻小子奔永宝斋去了，我猜啊，不出3分钟，冯老头肯定把他们轰出来。走，咱看热闹去。走，看热闹。这是北宋定窑印花赤龙纹大盘啊，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堪称是稀世珍品啊！依老夫看，市场价至少800万。800万，表哥，800万啊！你花12000买的，祖宗坟头简直冒青烟了！你太神了，表哥！老夫冒昧的问一句，这重器你是否愿意出手啊？老夫以市场价格收购，绝不让小友吃亏。晚辈既然拿来给您看，就是想卖给永宝斋，价格呢，您按行规走就行。好，陆小友不但眼力通神，而且为人更是敞亮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您过誉了，您是业界泰斗，坐镇一方，我呢在您面前就是班门弄斧。不骄不躁，真是块大财。玉儿啊，给陆小友的账户转800万。我马上去办。不对劲啊，军哥，这都进去老半天了，咋还没被轰出来？你等个屁呀！越是大店越讲规矩，说不定那俩傻小子正在里面挨训呢。哎，军哥，你看，被轰出来了。陆小友啊，下次再淘到好玩意儿，
一定先拿来啊，给老夫长长眼，价格包你满意。多谢冯老关照。哎，军哥，他俩不像被轰出来的呀！哇，邪了门了！我得去看看。哎，别缺蠢货！小子，你刚才买的那个破瓷盘呢？拿出来瞧瞧。你说的是那个北宋定窑印花螭龙纹大盘？我刚刚以800万的价格卖给冯老了，怎么？你有兴趣？800万？你放屁！那盘子是老的20块钱买的现代工艺品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还800万？你骗鬼呢你！原来是你们两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在这设地雷局骗人呢！设局骗人已经是下作，还有眼无珠，把价值连城的国宝当垃圾卖，你们真是丢了古玩界的脸！真是800万！小子，把那盘子给我拿出来！那800万是我的！来得正好，正想试试点睛之手吸收了这么多武器，威力到了什么地步。你们两个一起上！哎呦，小子真不怕死！勇子，干他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这他妈是人吗你？别让我再看到你们以后骗人！给我滚！这，陆小友，你这是？冯老见笑了，我只不过是从小学习太极拳，力气比普通人大一点罢了。你管这叫大一点？袁小姐，冯老，今天感谢你们多多关照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太极拳，陆小友果然是个妙人啊！月儿，你总是说你找不到合适的男朋友，你看陆小友怎么样？老师乱说什么呢？听说陆先生有女朋友，而且感情很好。哎，这世上好东西从来都是要靠自己争取的。猜猜我是谁？陆云，你来啦！这么久不见，我们家静怡又漂亮了。油嘴滑舌，是吗？那我得看看有多滑。讨厌，一进来就欺负我。我今天来还给你带来一个惊喜呢。什么惊喜啊？看，个、10、百、千、万、5000万。陆云，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啊？还记得我跟你爸的约定吗？我说要1年的时间赚够100个亿，这呢只是个开始，用不了多久啊，我就可以站在你爸的面前，告诉他我可以给你最好的未来。笨蛋，谁要让你赚100个亿啊？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姐，你快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。那啥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你们继续。那是我妹妹叶宝儿，一个疯丫头。那我们继续。等等，叶宝儿，你干什么？姐，我可是答应好老爸要保护好你，不能让某些居心不良的人得逞。你就是我姐新交的那个男朋友，口出狂言说要1年赚100个亿。如果你姐没有第2个男朋友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我。果然和老爸说的一样，狂妄自大。在你没有完成100亿的条件之前，休想和我姐生米煮成熟饭，更不可以未婚先孕。宝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姐，我这都是为了保护你。傻白甜最容易被男人给骗了。听我姐说你很懂赌石，我给我姐买了个生日礼物，花了60万。你帮忙鉴定一下它值多少钱。要是你说的不准，你就是个骗子。行，拿来我看看。普通石头不值钱，你被人骗了。不可能，这可是我花了60万买的。老板说极有可能是帝王绿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懂不懂啊？宝儿，陆云的鉴宝能力可是很厉害的。我不信，姐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你说他是假的，敢不敢跟我去把它切开？要是你说的不对，你就是个骗子。我没空，我今天的时间是留给你姐的。你不是说要赚100个亿吗？你陪我去把它切开，要是里面没有鱼，我给你10万块钱的辛苦费，怎么样？我去，
你妹妹这么多零花钱啊？宝儿有炒股的天赋，她把她自己的零花钱全部都投进去了，这几年好像赚了3、4千万吧。怎么样，知道本小姐的厉害了吧？没兴趣，我不去。你要是不去，我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以后每天都缠着我姐，当你们的电灯泡，让你以后永远没有机会和我姐单独约会。这丫头古灵精怪，还挺难缠。好，我陪你去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要给我100万作为酬劳。100万？姐，你快管管他，你男朋友抢钱了。不愿意就算了。静爷，走，我们看电影。等等，谁说我不愿意？那可说好，如果切开里面没有玉，我给你100万的辛苦费。但是如果切开里面有玉，你得赔我200万，怎么样？成交。赵富国，你骗我，花60万卖给我块破石头。哎呦，叶小姐，您这话可就严重了。这石头还没切开，是宝是草，谁也不知道啊。涨涨垮垮都是常有的事儿吧？好，那你现在就给我开。好嘞，您稍等，我这就亲自去给您解释。哎，陆小友，哎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？咱们又见面了。冯老也喜欢赌石啊？赌石这行的水太深，老夫年纪大了，不爱沾这个。只是刚才我经过的时候，听见里边热闹，就进来瞧瞧。人老了就喜欢这个热闹劲儿。叶小姐，开好了。老板，怎么样？涨了吗？叶小姐，实在抱歉，您运气的确差了点，是块废料。好啊，赵富国，你果然是骗我的。前2天你怎么说的？你说这块石头皮鞘紧实，色芒带绿，极有可能是帝王绿。叶小姐，您这可就不讲理了。我说的是有可能，也就是有可能不出。赌石，精髓就在于一个赌字，买定离手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自古的规矩。小姑娘，赌垮了很正常。赌石的水太深，你呀把握不住。这60万当买个教训，下次长长记性吧。陆羽，你眼力这么好，你快帮我挑一块能暴涨的料子，我可不想再受这窝囊气了，让他们都看看本小姐的厉害。宝儿，求人办事连上姐夫都不叫，你这诚意可不够啊。姐夫，你就帮帮我吧，你忍心看着小姨子被这么欺负吗？让我出手也行，但是我的出手费，这个数10万，行，只要你能帮我挑到好料子，10万就10万。什么10万？1000万？1000万？陆羽，你抢劫呢？掉钱眼里了。姐，你快管管他呀。那没办法呀，谁让我在你爸面前立下了一个100亿的军令状？你这个小富婆不得为你未来的姐夫资助一些启动资金吗？行，1000万就1000万。不过你今天要是挑不出来一块好料子，以后休想我再叫你一声姐夫。成交。陆小友，赌石这一行水深莫测，和古玩大不相同，一刀穷，一刀富，可得慎之又慎呐。多谢冯老提点。这位先生，你想看点什么料子？我这可都是老坑口的精品，您随便看，随便挑。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愣头青。赌石要是这么容易发财，老子早就成首富，想大涨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姐夫，怎么样啊？别急，橙色灵器，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灵器。这块里面蕴含的宝贝绝对非同小可。老板，这块多少钱？先生您可真是慧眼，这一块是莫西沙的黑乌沙，皮鞘沙粒全部表现一流。本来啊，我想自己切的，看先生您诚心想要，这样一口价100万。100万，老赵，你这是抢钱啊！太黑了，真拿人当冤大头啊！100万不贵，我要了。听见没？我姐夫说不贵，要了。果然人傻钱多，先生大气，叶小姐大气。那您看这钱，两位谁方便付一下？愣着干嘛？付钱啊！哦，老板，扫码。好嘞。姐夫，这块石头真的能出好料子吗？钱倒是小事儿，主要是我真的不想再被别人看笑话了。宝儿，相信你姐夫，他看上的东西绝对不会出错。叶小姐，钱已经到账了，恭喜您，这块石头现在是您的了。您打算怎么处理？现在就切。好嘞，您稍等。老师，陆先生挑的这块料子看着有把握吗？赌石这一行啊，
神仙难断寸玉，水太深了，品相好的未必出绿，其貌不扬的也可能内藏乾坤呢。老夫不敢妄断。不过这陆小友总是能创造惊喜。快看啊，出来了！叶小姐，叶小姐，出绿了，大涨！玻璃种帝王绿，至少价值1500万呢！这帝王绿，这水头绝了！姐夫，太神了，真出了，还是帝王绿！叶小姐，你这块料子卖给我如何？我出价1500万。姐姐姐夫，你们说卖不卖？钱是你付的，料子是你的，你想留就留，想卖就卖。那我不卖了，这块料子是我姐夫给我挑的幸运石，我要好好留着收藏。姐夫，钱已经转给你了。2000万！我叶宝儿可不是什么小气的人，这2000万就当是我对你的谢礼。谢谢姐夫帮我找回面子，而且让我赚了这么大一笔。姐夫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小友留步。冯老，老夫一位故交的后人，近日急需变现一批家传古玩，当中有一些珍品，不知陆小友有没有兴趣一同去看看？哦，那能赚钱吗？100万粒，就看小友有没有这个眼力了。老伙计，我看你来了。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老李，他就喜欢摆弄些老物件，攒下了不少好东西。可惜呀，人才走没几天，这一辈子的心血就要被他这个败家的儿子给败光了。哟，冯老，你也来了？你也是来看老李那几件压箱底儿的吧？我刚仔细看过了，老李剩下的收藏都是些歪瓜裂枣。我看您老啊，也别浪费时间了。吴老二，你还有脸说？亏我爸之前还把你当朋友，你倒好，压价压得最狠，还到处毁我爹的名声。给老子滚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走。看你那几件破烂，能卖给谁？哼！冯老，你也是来纪念家父的吧？里面请，月姐，里面请。小李，别客套了。听说你把你爸积攒半辈子的收藏都给卖了。冯老，你别听外面胡说，我，你也知道，我也欠了很多钱，我没办法，我应急嘛。我要是不还上这笔钱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行了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在这件事上，老李也有责任。你的家事我管不了，你说还剩下多少东西？带我去看看。要是能入眼的，看在你爸的份上，我高于市价收了，也算是帮你应应急。有，全在书房。走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请。冯老，您之前说李老先生的收藏颇多，这屋里似乎不剩几件了。小李，自己来说说，你爸的那些心头肉都去哪儿了？冯老，您消消气儿，我这不是前段时间还钱救急吗？哦对，这幅字画是真品，我特意为您留的，你仔细看看。清晚期仿四王的笔意，画工还算规整，但匠气过重，神韵不足。虽然有些年份，但顶多也就是2、3流的藏品，市场价不过5万。不是，冯老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怎么才值5万？你也知道我现在着急用钱，你帮帮我，50万你拿走。50万？小李啊，你是真不懂，还是拿我当冤大头啊？啊，这画最多值5万，你倒好，直接在后面加个0啊！啊，冯老，您知道我现在的情况，您就当行行好，帮我应应急。40万，40，不，30万，30万您拿走。你呀，这钱就算给你，转头你就扔进。不，救急不救穷，更不救赌。陆小友、月儿，我们回去吧。冯老，稍等啊，既然来了，我就学习学习。
又是橙色，这绝不是普通的画作，那里必有乾坤，其价值至少上千万。李先生，这幅画如果你诚心出手，我出10万。10万，这也太少了吧？这可是我爸的珍品，你多少再给点吧，15万行吗？15万。陆小友啊，这种赌徒啊，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，不值得同情。哎，10万，10万，10万！你现在给我转账，画你立马拿走。运气不错，又捡了一大捞。陆小友啊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给老夫交个底。刚才你收下这幅画，不是因为可怜李晨这个赌徒才买下这画的吧？莫非这画里面有老夫没有看到的玄机？冯老慧眼，我现在还不敢跟您说，等回去以后慢慢的跟您说。你小子，行，那老夫就等你回去给我上一课。冯老，您经手珍宝无数，这幅画，您真看不出有什么门道吗？墨色、笔意、款式、装裱，都是清晚期的，寻常路数。老夫眼拙，实在看不出有何玄机。月儿，你看出什么了吗？老师，我也看不出来。陆小友啊，别再卖关子了，快和老夫说说。冯老，您摸一下这幅画，是不是比寻常的单宣纸要厚实1分？听你这么一说，这厚度还真的不一样，一丝差异。你的意思是画中画？不对，这厚度差异微乎其微，单从手感上下断言，是不是太唐突了？单凭手感自然武断，但我有点睛之手，感应到橙色灵气，做不得假。此物必是绝世珍品。从结果反推缘由，画中画就是最合理的解释。是不是画中画，揭开了就知道了。只不过，这接画的手艺是个精细活，我怕用力稍有差池，就会伤了里面的真气。冯老，您看这回啊，可算是问对人了。论到揭表修复的功夫，月儿可是得了故宫老师傅的真传，是大师级的手艺啊！哈，老夫都自愧不如啊！没想到袁小姐还有这般绝技，那就有劳袁小姐了。陆先生客气了，我尽力而为。快好了，月儿，成功了吗？老师，陆先生，幸不辱命。哎呀，这是明朝，这派晚期蓝英的笔意是真迹，蓝英中年的真迹啊！10万块钱淘到这么一个宝贝，你真是，哎呀，这真是收藏界的一个神话呀！冯老，您过奖了，我就是运气好罢了。还要感谢袁小姐，手艺超凡。陆云，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就是你明明有超凡的眼界，却过分谦虚，这就是你最大的缺点。陆小友啊，蓝英的这份真迹，可愿意割爱啊？老夫对他实在是心痒难耐啊！5000万。这幅画，您要的话
4000万您拿走？那不行，亲兄弟啊，明算账。蓝鹰的真迹啊，市场价在5000万上下，我不会占你免费的便宜。说起来，我把月儿介绍给你，他可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啊。你俩要是在一起啊，绝对是珠联璧合。老师，您胡说什么呢？陆先生有女朋友。蒙浪了，蒙浪了，食言了。人老了就爱瞎操心。陆小友啊，我听说你下了1年100亿的豪赌啊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后面开一个古玩店。毕竟捡漏它不是长久之计，可遇不可求。只有真正的建立起自己的平台和信誉，才能够稳定发展。好，开店好啊，那咱们就同行了。让月儿去给你打个下手，帮你把店支起来。这冯老今天怎么回事？难道想用美人计留下我这个人才？不行不行，这地方不能待。冯老，袁小姐才华出众，让她到我那个刚起步的小庙里，实属是屈才了。冯老，袁小姐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开口。陆先生慢走。我跟你说，那冯老就想让我留呢。听你这么说，你拒绝了冯老，撮合你和袁小姐，那我是不是该奖励你啊？那是当然。你是不知道当时那场景，我要不是见势不妙赶紧溜了，要不然指定用上美人计了。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啊？我想要的奖励，只有你。静怡，我打算开一家古玩店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用你我的名字，叫云怡轩。好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静怡，再给我点时间，100亿，我很快就能赚到。你也别太累了，我爸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跟你私奔。姐姐，你要私奔？唉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小姨子，你跟踪我们啊？我没有，你们可别冤枉好人。是我先来这里散步的，然后就看见你们进来，还在我眼皮子底下演偶像剧。叶宝儿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该看到的都看到了呗。从某人的深情告白，再到一个漫长的诗文。不许说！我又不是没看过偶像剧，害羞什么？叶宝儿，你站住你，让你看！让你看，我打你！各位前辈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，今日我云怡轩开业，感谢各位的赏光剑灵，陆某在此谢过。我云怡轩呢，主营古玩玉器，兼营鉴定评估。我们开店只有一个宗旨，那就是诚信为本。我陆某在此承诺，店内的每一件珍宝，全部由我亲手把关，绝不让一件赝品流入到客人的手中。以后各位朋友们多多捧场。好。表哥，不，老板，及时到，请老板剪彩。
好大的口气，不让一个赝品流出，一个毛头小子哪儿来的底气？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这位先生是？我是谁不重要。我听说古玩界出了一个神眼圣手，传得微乎其微。本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我看你是找茬的吧？哎，开门营业，迎8方客，纳4方盐。这位先生，如果有什么质疑的话，可以到店内来进行指教，也请各位朋友来店内赏玩。本少看看你的破店都有什么货色。来，里面请。真有意思，这云怡轩开业的第一天就有人来砸场子。走，瞧瞧去。走，看热闹去。走。欢迎啊。陆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他叫朱俊，是我家里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你的消息，非要过来，根本拦不住。袁小姐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我倒要看看他能闹出什么幺蛾子。请。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，原来都是上不了台面的货色。呵呵，连一件上百万的珍品都没有。朱俊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根本不可能。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很幼稚。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货色，让你茶不思饭不想。现在看来不过如此。听说陆老板眼力很高，本少有一件家传的宝物，想让你长长眼，不知你这小店吃不吃得下？开门做生意，朱少爷有何宝物，只要来历清白，我云逸轩就没有不敢收的道理。放心，绝对清白。就怕你有眼无珠，不识真我。诸位都可来上眼，这是秦代的古玉蝉，价值上百万。秦玉，要是真的话，那可不得了啊！这种老物件价值都得上百万。一群土包，这玉蝉是我请做旧圣手用古法仿制，埋土3年，再用特殊药水浸泡。除非用实验室的尖端仪器检测，否则绝对无人能识破。陆羽，朱俊这个人心胸狭隘，阴险狡诈，他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。多谢陆小姐提醒，是真是假，上手便知。周少爷，可否让我上手看一看？弄坏了，你可赔不起。紫色灵气，从未见过这种颜色的灵气，难道比橙色灵气还高一个等级？橙色灵气的宝物价值数千万，那紫色灵气岂不是价值上亿？朱少爷，这块玉我要了。开个价吧，300万，少一分不卖。300万啊！这蕴含紫色灵气的珍宝，价值必然过亿。他果然是有眼无珠啊！只当是普通物件来诈我，开业第一天就送我如此大礼，真是好人呐！周少爷，300万，这个价实在是太多了。表哥，别听他忽悠，一块破玉你要300万，真以为我表哥冤大头啊？200万。我最多给你200万，朱先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。土包子，哼，果然上钩了。这块破玉成本不到2万，
花200万买我做旧的假货，蠢货！我今天就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。行，本少爷今天心情好，给你了。表弟，去把我的支票拿来。好。哎，果然是个蠢货。喂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有眼无珠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金朝古玉，这是老子花2万块钱做旧的赝品，傻了眼了。什么？是赝品？那完了，开业第一天就打眼，这云逸轩怕是开不下去了。是啊，200万买了个赝品，这云逸轩的名声彻底臭了呀！朱俊，你居然拿假货来砸云逸轩的招牌，你无耻！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古玩行的行规，买定离手，各由天命。他陆云打了眼，吃了哑巴亏，怎么回娘胎里再修炼几年吧？表哥，这怎么办？好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真的是要感谢你啊，朱少爷，专程来给我送来一个绝世珍宝，让我云逸轩开业第一天就做了一笔价值上亿的买卖。你他妈胡说什么？都告诉你这赝品假货，他妈听不懂人话吗？这陆云是不是刺激太大了？这是疯了吗？上亿？怎么可能啊？朱俊，你说他是假的，那说明你有眼无珠，暴殄天物。表弟，去打一盆清水过来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今天我就让各位看一看这块玉的庐山真面目。诸位，看好了。天哪！大家快看，这玉会发光，变绿了。诸位，请看，陆老板好眼光，刚才是我们看走眼了。紫气东来，玉质脱胎，这难道是古书上记载的脱胎玉？传说脱胎玉是古玉，遗藏千年，万中无一，价值不可估量。袁小姐，好见识，这块玉的确是脱胎玉，而且紫气纯正，品相完美，价值至少在5个亿以上。5亿！我的天哪！这古玩真是1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代。这哪是捡漏啊，这分明是捡座金山呐！我把5个亿当200万卖了，我的，吸收了紫色灵气以后，右臂的威力又提升了。朱俊，买卖已经完成，你敢在我云逸轩里动手抢夺，给我滚！给我等着！数不起家伙，滚！找个机会试试右手现在的威力，免得随手一拳就把人打死了。我的力气这么霸道，要是继续吸收灵气的话，那我岂不就是变成一拳超人了？啊！哇！哎呦！陆先生，真的是你！老刘啊，你少跟我扯犊子，
你这玉颜色发飘，一看就是工厂做制的假货，就给500块钱，爱卖不卖。这是我家传的老东西，你怎么说是假的？你懂不懂？不问。我刚刚没看错吧？你刚才一拳把树干打穿了洞。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鼓舞传人？哎呀，老刘，你先冷静一下啊！我就是力气比普通人稍微大一点，哪会什么鼓舞啊？那都是小说里瞎编的啊！要相信科学。你放心，我懂。鼓舞传承隐秘，身份轻易不能暴露，这规矩我懂的。你看，这不又误会了吗？不瞒您说，我小时候就崇拜武术，可惜没遇到名师。你要收我为徒啊，我把我女儿介绍给你认识。我女儿可是大学生啊，长得可俊了。你看，老刘，又着急了。陆云，陆云，总算找到你了。你们是谁？陆云，从实验室里逃出来玩够了吧？我劝你老实点，跟我们回去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你要绑架人？我可告诉你，我已经报了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老东西，废话真多。老刘，小心！还来！点子扎手，赶紧撤！撤，快！陆先生，你就别瞒我了，你这一拳震飞子弹也是何学？老刘，你是不是没上过大学啊？我只念到小学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！哎，等你以后啊有机会上大学了，你就知道了啊！知识就是力量啊，要相信科学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大学教这个，那我让我女儿好好学。都别插队啊，按号来。鉴定费10万，先交钱后鉴定啊。都别插队啊，按号来。鉴定费10万，先交钱后鉴定啊。这于逸轩的生意这么好，才开业1个月，鉴定费就要10万，太贵了吧？陆老板号称神眼圣手，从他这鉴定的东西毫无过错。哎，10万鉴定费值。您永乐官窑青花缠枝连纹碗，市场估值250万。谢谢陆老板，这下我心里就有底了。哈哈哈。我神眼圣手的名头算是打出去了，每天光鉴定费就能入账1000万，还能吸纳客人古玩里蕴含的灵气，一举两得。我果然是天才。3星堆无痕剑齿，市场估值10个亿。器型、玉质、雕工都一模一样。我找了7个大师，都没辨出真伪。但我敢肯定，这其中2个必定是后世仿品。老爸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专家，绝对能鉴定出真伪来。我现在呀，听到专家就觉得是江湖骗子。有一个绝对不是骗子，我姐夫。现在整个古玩圈，谁不知道他神眼圣手的名头？你去找他，分分钟给你搞定。我才不会去找他。哎，姐夫，你什么时候跟那臭小子的关系这么好？那啥，口误啊。对了，老爸，
我突然想起来跟闺蜜约了做美甲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哼，跑得还挺快。唉，就算这3个杯子我就是砸到手里，我也绝不会去求她。对了，冯老，哎呀！叶总啊，是我眼拙，您这套白玉杯啊，作假的手段已经到了以真画境、以假乱真的地步，连老夫也看不出它的真伪啊。哎，这冯老，您都看不出来，我还能找谁呀？我倒是认识一个人，定能分辨出真伪。冯老，您说的该不会是那神眼圣手陆云吧？正是。他现在正和令千金处朋友，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？冯老，莫要再提他，我就是找遍天下人，我也不会去求他。冯老，莫要再提他，我就是找遍天下人，我也不会去求他。哦，为什么？难道你们2个人之间有什么过节？哼，那小子把我女儿骗去了缅国那种兵荒马乱的地方，害得我是整夜都睡不着觉啊！啊，这前2天还说什么他要1年之内赚够100亿，哼！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这种浮夸做作、不着调的作风。哈哈哈哈！要是叶总不满意这位准女婿啊，那我可就没有顾虑了啊！哎，冯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瞒你说，我的学生月儿呢，对陆小友颇为欣赏，只是啊，碍于他和令千金交往，所以呢，一直顾虑他与令千金的感情。现在既然叶总说对这位准女婿不满意，那将来月儿要是和陆小友成就了好事，那岂不正合你心意吗？坏了，这老狐狸，我就让他鉴定个古玩，他怎么还惦记上我女婿了？这要是让静怡知道我让别人追陆云，他非得跟我断绝父女关系不可。这要是让静怡知道我让别人追陆云，他非得跟我断绝父女关系不可。哎嘿，冯老，您误会了，我什么时候说对陆云不满意了呀？你这不刚刚说我吗？你嫌他浮夸呀？哎，气话，那不就是一句气话吗？这陆云就是我叶某人认定了的女婿，年轻人有点锐气，那不很正常吗？你看，我就非常看好他嘛，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。这个我就先走了啊，谁都不能抢的啊！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月儿，我又帮了陆小友一个大忙，你说他是不是该感谢我？老师啊，我还以为你是为我呢。我这叫投石问路。要是啊，叶总真不满意这个准女婿啊，那你可就有机会了。现在看来啊，这个叶总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。现在看来啊，这个叶总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。爸爸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某人可是信誓旦旦的说，绝对不会找姐夫来的。怎么转眼功夫就把姐夫找到家里来了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这个陆云呐，我这儿有3个白玉杯，其中呢有2个是仿品，1个是真品。我请了很多专家，他们看了好几个月，也没分清楚是真是假。我今天想请你帮我瞧瞧。哎，你放心啊，这个不会让你白忙活。我在外面听说鉴定费是10万，我给你100万。爸，您今天怎么这么大方？您还要让陆云挣够100亿吗？
我说的是1亿，他自己加的100亿。叶叔说的没错，这100亿呢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。既然叶叔已经说出来了，那么这点小问题自然不是问题。既然叶叔已经说出来了，那么这点小问题自然不是问题。叶叔，这个是宋代真品，剩下2个是仿品。你就看一眼，你就看出来了？我请的专家可是看了好几个月呀，他们都没给出结论呢。真正的古董是历经岁月的沉淀，蕴含历史气息，仿品是模仿不出来的。不愧是神眼圣手啊！老爸，你不担心姐夫是骗子啦？我看人的眼光是不会错的，我相信他。陆云呐，静怡以后就交给你了。爸，您同意我们在一起了？傻丫头，我早就同意了。像陆云这么有担当的女婿，我要再不同意，我岂不老糊涂了？叶叔叔，您放心，之前的承诺依然存在。1年100亿身家，我一定要让静怡风风光光的嫁给我。陆云呐，咱们以前的赌注只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1年100亿，谈何容易？既然我现在已经决定把女儿嫁给你，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了。看来叶叔还是不相信我能挣够100亿。陆云，你干嘛？静怡，今天我要去店里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，巡视一下我们的江山？巡视一下我们的江山。生意这么好呀？那是当然，他们都是冲着我这个神眼圣手这个招牌。小雪，陆云，救我！小雪，唐雪，唐雪，是他。要不你留在缅国跟我结婚，以你的能力加上我的资源和背景，整个缅国的玉石市场将来都是我的。跟我结婚，以你的能力加上我的资源和背景，整个缅国的玉石市场将来都是我的。唐雪不是在缅国吗？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？唐小姐，她怎么了？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，应该是极度疲劳，虚脱晕倒。现在赶快休息，后面有间休息室，快！
唐小姐，你醒了。陆云，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你们看起来好像很熟啊。那个什么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那个什么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对不起，叶小姐，让你误会了。我刚刚死里逃生，这见到熟人，情绪一激动，所以才口不择言。唐小姐，您先别着急，慢慢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半个月前，我爸被对手射了死局，想要斩草除根，我好不容易才逃脱。陆云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，我只要一个安身之所。这个可以作为我的报酬，是我爸珍藏的传世之宝，明代皇室的翡翠手串，专家估价至少10个亿。只要你们能留下我，它就是你们的。唐小姐，这留下唐雪，静怡肯定会胡思乱想，不行，不能留。唐小姐，这个手串能让我看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叶小姐请看。陆云，你当初说要赚够100个亿，现在还差多少？大概还差10亿。那加上这个，是不是差不多就够了？大概还差10亿。那加上这个，是不是差不多就够了？不是，静怡，这10亿。当初在缅国，唐小姐帮过我，现在她落难，我要是见死不救，和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有什么分别？何况他付了这么贵重的住宿费，我们好像也不亏。好，听你的。谢谢你们。既然留下来，那就是我们云怡轩的人。不过我们小店可不养闲人，暂时委屈你，先从服务员做起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只要你们能留下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大哥，确认了，唐雪那娘们就藏在里面，直接冲进去把她绑起来。你，哎呦，说你蠢，这里是华国，你以为华国那些警察是吃素的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总不能干等着吧？在华国，做事要用脑子，要智取。哎，有了，嘿嘿。唉，这尊战国古佛价值8000万，换唐雪那条贱命足够了。大哥，这可是价值千亿的宝贝，就这么便宜了华国人？说你蠢吧，你怎么还真不动脑子？用这玉佛啊，先把唐雪换回来，等他们放松警惕，晚上啊再偷偷摸进去，把玉佛偷出来。啊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走，我们去会会那个什么神眼圣手。走，我们去会会那个什么神眼圣手。唉，老板。老板，他们就是要抓我的人。老板，有大生意想和你谈。哦，不知是多大的生意？这笔生意很大，不方便在这里谈。既然不方便，那就跟我去办公室吧。你留在这里看店。走。哎，他们也留下1个人。你们几个留在这里。走。陆老板，
明人不说暗话，我看上了你们店里一个人，开个价吧。大哥说笑了。我们这儿可是古玩店，只卖古玩，不卖人。刀哥要是看上了哪个物件，陆某随时欢迎。这个是战国玉佛，市场价少说8000万，我用它换你身边的那个女人唐雪。橙色银器果然是件珍宝，这些人为了抓唐雪，真是下了血本。既然你自己把宝贝送上门，那我可就要不客气了。刀哥，买卖啊，没有这么做的。我这个店啊，可是正经店铺，买卖人口，那可是违法的。你买卖人口，那可是违法的。你刀哥，如果你要是真想交朋友的话，这样，我出1000块。买下你这尊玉佛，至于人嘛，你懂的。我懂，老板怕是留下把柄。哼，好，就按照你说的来，玉佛1000块，来。好，蠢货，等老子把唐雪带走，玉佛你也得乖乖吐出来。刀哥是个爽快人。那我们啊，就按规矩办事。来，刀哥，你在这个交易合同上签上字儿，按上手印，我们人货两清，免得以后啊出点什么问题。你们华国人做事就是谨慎。大哥，交易完成了。你可以走了，慢走不送啊。货你收了，我要的人呢？是什么人啊？刀哥，我这是古玩店，只卖货不卖人。只卖货不卖人，你他妈在给我装傻！刚才说好的，我把玉佛卖给你，你把唐雪那个贱货交出来，现在他妈的想跟我玩黑吃黑？刀哥，这个交易合同上可写得清清楚楚，你把这个战国玉佛1000块卖给我，这可是合法买卖，剩下的我可听不懂。妈的，敢耍我！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！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做生意，为什么非要逼我？警察，不许动，放下武器！你涉嫌非法入境，非法持有枪支，寻衅滋事，现在已经把你逮捕了。走！敢耍我？你等着！陆云，你没受伤吧？没有。静怡，加上这尊玉佛，我的100亿目标提前完成了。